女作家在吃饭时，竟然悄悄脱下了自己的内内，然后明目张胆地推到了男人面前。男人顿时明白了这是女人在求爱，随后立即带她回了自己家。女人本以为这是一场愉悦的欢爱，却不料竟是地狱般的虐爱。第二天，女人的经纪人报了案，因为他今早去酒店时看到女人不仅在哭，而且睡衣上还有血迹，脖子上也有淤青和血印，并且昨晚她是被男人约出去的。怎么看都像是被强奸了。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佩莉竟坚决否认遭到了性侵，也没让经纪人报警。她解释脖子上的伤痕只是男人毛手毛脚意外造成的，仅是小小的前戏而已。So you didn't have sex? 这点确实是事实，只是稍稍跟以往有一点不同。男人走的是后门，本森想知道他是否喊了不。佩莉回答，因为脖子被勒住了，根本说不出话，并坚持这是双方自愿的，不能算是强奸。本森对此未置可否，但建议先做个身体检测。哪知佩莉当场就拒绝了。Did he use a condom? Honey, you're gonna need to get tested for STDs. 佩莉这才勉强同意了。可转身本森就埋怨金毛不应该吓唬他，谁知金毛竟不以为意，反而告诉本森，佩莉写的书就是描写男欢女爱的，里面的内容相当变态，写出这种内容的人是不会被吓到的。很快检测结果就出来了，显示佩莉后门开裂，脖子上有严重勒痕。然而问题是他并不打算起诉，于是警察们形成了两种意见。女警指出，别看亚当是知名主持人，表面上人模狗样的，但私下里经常对女嘉宾动手动脚，尤其是他身边漂亮的实习生，很多都遭了毒手，他就是个披着人皮的色狼。然而男警们却认为亚当是个好人，他不仅会讨女人开心，而且热心于各种慈善活动。于是针对这两种相反的看法，队长让男警先去拜访下亚当，女警们继续给佩莉做工作。当得知佩莉被侵犯后，亚当表现得很吃惊，开始还以为是司机干的，可当图图质疑是他时，亚当才很无奈地表示是佩莉先在餐厅勾引了他，随后俩人自愿发生了关系，而且是按照佩莉书里写的演了几个场景。 She wanted me to throw her down and take control. 皮带也是佩莉主动提出用的，他和佩莉之间的一切都是你情我愿。最后以不想过多谈论床事为理由，对两位警察下了逐客令，一切的表现都是那么不急不躁。俩人并没有发现什么疑点，却不知这反而给佩莉带来了灾难。因为在当晚举行的派对上，亚当竟然不请自来，还热情洋溢地发表了致辞。可是佩莉见到他后，竟满眼充满了恐惧，毫不犹豫转身就逃。但没成想，就在电梯马上要关门时，亚当突然追了过来。他先是怒斥佩莉竟敢报警诬陷，然后又暴力将她按在墙上，再次侵犯了她。这回佩莉终于感到害怕，急忙来向本森报警。有了电梯里的监控，这下应该能够实锤了。可男士们认为佩莉并没有反抗，也许只是在模仿他书中描述的一个场景。女士们则立即反驳，那是前一晚的强奸让她受到了创伤，因为精神恍惚才愣住了不知所措。就在双方为此争论之际，队长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亚当已经找了专业律师，看来是早就做好了准备，所以他们必须找一位能力超强的检察官应对。而这个人就是巴尔巴。傲慢的他曾经将2名强奸妓女的嫖客送进监狱，所以特别适合接手这类案件。不料巴尔巴上来问的第一个问题竟不是案情，而是佩莉值不值得信任，因为他也读了佩莉写的书，里面全是一些变态的男欢女爱场景，这样会让陪审团认为佩莉喜欢被那样对待。对于这个问题，本森俩人也不敢保证，于是巴尔巴决定亲自和佩莉谈一谈。他将整个过程又仔细询问了一遍，并且需要知道佩莉的全部经历。Because the one thing you decide to leave out is the one thing the defense is going to use to blow up the case. 虽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可是佩莉还是隐瞒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最后也是因为这个秘密差点翻船。然而就在警方这边紧锣密鼓准备起诉时，亚当已经开始先发制人了。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主动在节目中坦白佩莉要告他强奸，先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真金不怕火炼的战士。对此，巴尔巴决定立即还以颜色。就在亚当在餐厅就餐时，警方当着所有人的面将他逮捕，然后再让记者拍到他的球，先把亚当的气势压下去。可是虽然法官判决羁押亚当，但对方的辩护律师也不是省油的灯。接下来才是最艰难的时刻。本森分析，对方肯定会找出佩莉书中男主的原型，一旦那个人被找到，那他就会证明佩莉喜欢被粗暴对待，到时一切都完蛋了。所以警方必须提前找到那个人。金毛表示佩莉是祥兰技校毕业的，于是图图俩人来到技校，找到了佩莉的前男友。可是他表示当时并不知道佩莉在写书，而且在书出版后反而给他带来了烦恼，因为很多人来问他私人问题。 Like are you into rough stuff and domination? Yeah, except we didn't do any of that. I mean, we mixed it up. Sometimes I was on top, sometimes she was. 这么传统，看来前男友不是佩莉的灵感来源。而通过对室友的调查，也没有人知道佩莉喜欢那些。然而书里描写的如此生动，可不像是仅仅参考了文学资料写成的，肯定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所以图图大胆猜测，也许那个原型是个老师。于是尼克警官拜访了佩莉的语文老师，希望他能知道为什么佩莉会喜欢上主宰和服从这种东西。可是老师也提供不了任何线索，看来这一趟又白来了。然而就在尼克准备离开时，他偶然发现那里有一架名贵的钢琴。在得知是老师自己购买的后，他突然好似抓到了什么，
以老师的收入可是根本买不起这架钢琴的。于是第二天，尼克又来找老师，并表示自己连夜读完了他所有的文章，竟发现书里有一句话 The pain was so great that it made me moan. Over and over and threw me into sweet delight. 而巧合的是，佩利的书里也有这么一句。 Pain was so great, such sweet delight, I moaned over and over. 很明显，他这是抄袭了老师的。然而问题在于，佩利靠这本书年入百万，老师却不想去告他。尼克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并私下查了老师的账户，发现他从佩利那里收到过一笔巨款，所以佩利可能不是那本书的作者。而后警方再次和佩利进行了谈话，故意让他说出写书的灵感来源。书里写的这么详细，你肯定顺从过别人。不料佩利先是推到前男友身上，结果被金毛拆穿。 Come on, the only knots he's ever tied was when he was in the Boy Scouts. 然后他又说是来自国外的一个摄影，但却是说不清那人的具体名字和住址。本森决定不再绕圈子了。 Who wrote the book? 一听这话，佩利当即慌了神。 Told you the first day, the one thing you decide not to tell us is the one thing the defense is going to use to destroy you. What were you thinking? 事到如今，佩利再也不装了，终于坦白书其实是老师写的。老师担心写这种书名声受损，而佩利正好欠了9万助学贷款，老师愿意将收入的10%给他，所以佩利才顶替了老师的名字。 You were raped. And you lied to the grand jury. 既然秘密已经暴露，佩利也不敢出庭作证了，甚至还想撤销起诉，否则他将失去那10%的收入。然而巴尔巴根本不给他那个机会，明确告诉佩利，如果不出庭就起诉你伪证罪，到时你的秘密也会公开的。这下